荣耀 Magic V5、OPPO Find N5 和 vivo X4 这3台折叠屏应该是目前为止能买到的最顶级的安卓折叠屏手机了。什么？你说还有华为 Mate X6？那是个怪物，不在此列。况且它也不是安卓呀。那问题来了，折叠屏发展到现在能取代普通的手机吗？为了探究这问题，我从流畅度、握持体验、性能3个维度出发，做一次硬碰硬的测试，希望能够找到答案。如果你比较关注折叠屏这赛道，这期视频我将会替你还原当下折叠屏的真实面貌。本视频全程无广，大家放心吃。至于影像，大家也别急，我也会做，放在下一期视频。先看第一点，折叠屏最重要的是厚度与重量，毕竟都2025年了，沉甸甸肯定不过关。这3台手机均是玻璃版本，展开状态下 ，OPPO Find N5、荣耀 Magic V5 最薄，测下来是4毫米左右。如果加上镜头厚度，那 OPPO Find N5 一骑绝尘，只有 8.4毫米，荣耀有 10.9毫米。至于 vivo X4 最厚，实测有 4.4毫米，加上镜头有 9.2毫米。折叠状态下，荣耀 Magic V5 最薄，只有 8.9毫米 ，OPPO Find N5 差距也不大，测得9毫米。只有 vivo X4 最厚，高达 9.6毫米，加上镜头的话，结果又不一样。最薄的是 Find N5，测下来只有 13.4毫米，其次是 X4 实测数据为 14.5毫米。至于荣耀 Magic V5 最厚，厚达 15.8毫米。至于重量方面，荣耀 Magic V5 最轻，实测数据为227克，其次是 vivo X4 重量是235克，最重的是 OPPO Find N5 测的246克。我要说明的是，以上厚度和重量的数据均以实际测试的版本为准。那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如果你是购买以上的版本，荣耀 Magic V5 会带来更轻薄的体验，剩下的2台就大差不差了。接下来我们再看流畅度，荣耀、OPPO 均是 12GB 的运存版本 ，vivo 则是 16GB 运存。均衡模式下，打开30个第三方 APP， 两轮耗时，荣耀 Magic V5 耗时最短，只花了173秒。vivo X4 表现也不错，耗时181秒。让我意外的是 ，OPPO Find N5 耗时居然高达206秒，这比3分钟还长。要知道，它可是骁龙8至尊版啊。30个第三方 APP 保活方面，静置30分钟后，表现最佳的全部得到保活，居然是骁龙8 Gen 3的 vivo X4 而骁龙8至尊版的荣耀 Magic V5、OPPO Find N5 表现一样差，分别保活18个、19个，刷掉了旅行、地图、浏览器、视频类软件。如此来看，当前版本下这2台折叠屏杀后台比较严重，还是期待后期 OTA 更新优化吧。到了游戏环节的性能测试，从结果来看，我只能说没有谁更好，只能看谁最差。比如30分钟的原神就没有稳60帧的选手，表现最好的是荣耀 Magic V5，平均帧率是 51.6帧，6分钟后频繁掉帧，然后是 OPPO Find N5，平均帧率是 40.5帧，3分钟后直接锁在40帧就不动了，虽然不会剧烈跳动，但也说不上体验有多好。至于骁龙8 Gen 3的 vivo X4 平均帧率更是低至 33.2帧，3分钟后就基本在30帧了，玩起来就是很卡，体验很差。至于功耗和温度方面，其实和帧率挂钩，帧率越高，功耗和温度自然越高。vivo X4 的功耗是 5.07 瓦，温度只有73度，摸起来就微温。OPPO Find N5 功耗最高，来到 6.84 瓦。温度也有 46.1度。反观同样的骁龙8至尊版的荣耀 Magic V5，功耗和温度分别是 5.22 瓦、46.9度。到了崩铁环节，3位选手的游戏表现更差，帧率最高的依旧是荣耀 Magic V5，平均帧率是 39.9帧，功耗 5.97 瓦。其次是 OPPO Find N5，平均帧率是 31.6帧，功耗 6.4 瓦。vivo X4 帧率最低，只有 27.5帧，功耗也有 5.21 瓦。不过坏消息是荣耀的温度也最高，崩铁温度实测有 49.4度，这已经是非常烫手了，很夸张。OPPO Find N5 的温度是 45.3度 ，vivo X4 只有 44.1度。所以综合游戏方面来看，3台折叠屏性能释放最好，打游戏体验最佳，无疑是荣耀 Magic V5。OPPO Find N5 也勉强可以，vivo X4 不知道是不是骁龙8 Gen 3的原因，确实很不适合拿来重度游戏。那么看完了3个维度的实测，对于这3台折叠屏，你的心里有答案了吗？如果你还在犹豫不决，期望看到影像 PK， 那也别急，我们已经在做了，做完立刻放上来，大家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总之，综合价格来看，按官网价来计算，荣耀 Magic V5、OPPO Find N5 要比 vivo X4 贵上2000块。性价比加使用角度来看，不打游戏的话，自然是 vivo 更合适。不过，如果你是从第三方购买 ，OPPO Find N5 已经降到7400左右，那无疑是选它，性价比和实用性更高。至于荣耀 Magic V5 实测表现确实很不错，可8999元的价格确实是一道不小的门槛，下单购买需要慎重考虑，更建议再等一等大促降价活动。
好了，以上就是3台折叠屏手机的实测内容了。现阶段做数码产品的大横屏实测真的很困难。如果你认为做的还不错，千万别忘了点个赞，点个关注，这样子你能第一时间观看下期的折叠屏影像办公横屏。这里是玩机少女小丽丽，我们下期见，拜拜。